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南门涮肉。那南门涮肉呢，其实在北京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涮羊肉的店。那最近上海也有很多那种号称南门涮肉店在越开越多，其实那个都是假冒的，只有在世博园的这个店才是正宗的。那现在菜我们已经点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吃吧。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边自己特调的麻酱，它做的就是非常可爱，像一个笑脸一样的，但是其中也有它的玄妙。左边这一个点点就是蚝油，然后右边这个点点就是韭菜花酱，然后中间这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腐乳酱。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调开。然后里面看到没有，还有那种香菜，还有芹菜。那我们先吃一下这个麻酱，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这个麻酱就是吃起来非常的醇厚的那种。然后里面搁的那种芝麻酱特别多，吃起来就特别香。我觉得这家店麻酱的那个调味的口感是我喜欢的。吃正宗的北京涮肉，像锅底就不用很复杂，只要这种清水，然后再加一点这种基本的去腥的食材就可以了。这样吃是为了突出它食材本身的味道，让你吃出羊肉的那种肥美的感觉。OK， 现在这个菜已经来了，我们先尝一下这个羊上脑。据说他们北京那边每个羊的部位，然后涮的时间也是不同的。那这一点我就没有那么在行了。反正我基本上看肉差不多变白变熟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羊上脑就 OK 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蘸一下这个酱。这羊上脑就是旁边是有点肥肉的，然后再加一点瘦肉，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嫩，而且旁边那个脂肪的香味也是越嚼越香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这一盆是羊腱肉，好，我们再尝一下这个羊腱肉。这个羊腱肉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它其实上面全是瘦肉，而且它肉里面有一丝一丝的那种筋，咬起来非常非常的弹牙，没有那么软嫩的感觉了，就不像刚刚那个羊上脑那么的软嫩。这份切的比较规整的就是羊元宝肉。然后我们的羊元宝也好了。这羊元宝的肉也跟那个羊腱肉一样，就也是全是瘦肉嘛，但是它的区别点就是说，它中间是没有筋的，就吃起来会有点那种，如果你煮过头的话，会有点柴柴的感觉。我刚刚那一块肉就是有点煮过头了，咬最后一点点肉的时候还是有点柴柴的，会有点塞牙的感觉。这一份就是我们出去平常吃比较点的多的现切羊肉。像这个现切羊肉的话，要涮得快一点，基本上放在锅子里面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也非常非常的嫩。然后这个肉大家可以看到，刚刚那个盘里面嘛，就是它也是有带一点点的肥边的，但是没有羊上脑那么多。那吃起来的口感呢就不会那么的腻了，能吃很多盘，基本上连续吃个5、6盘都没有问题，我觉得。好，我们再尝一下这个复兴肉，看起来有点像羊肉卷一样的。这个肉我觉得涮的应该也挺快的，它切的很薄的这种。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羊复兴肉。我不知道是这个肉切得特别薄，还是它本身就是这样，就是一吃进嘴巴里面，它一抿就化了。这个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。我来再尝一下，多夹一点就行。哦，这次是一大坨。我觉得这个肉处理的非常好，是因为它真的，你只要放在嘴巴里面，基本上不用怎么咀嚼就可以咽下肚子里面，吃起来的口感相当软嫩，相当柔滑的感觉，还是蛮舒服的。这个是北京的特色麻酱烧饼。
这个烧饼做的非常好，里面分层很明显，就吃起来特别的，用北方的人那种话说，就是很暄乎、很软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表面上面的这层芝麻，配合上里面的椒盐，就嚼起来特别特别的香，特别特别好吃。表面也烤的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，我觉得挺棒的。吃肉吃多了，然后尝这边的糖蒜解解腻。B 站流行一句话，就是吃肉一定要吃蒜嘛。平时我是吃蒜的非常非常少的人，然后今天吃的这个羊肉，再配上这个蒜，这个感觉还是挺过瘾的。还有老北京人最爱的北冰洋。我们再把这个羊肉就着这个烧饼一起吃。OK， 其实今天我们点了这边80%的羊肉种类，还有一份这个普通的羊肉卷，我们就没有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挺普通的，就不推荐给大家了。然后剩下来这5盘羊肉，其中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羊酥心肉，因为平常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，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软嫩口感的肉，那个肉我觉得是口感最适合我的口味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上海玩的话，或者说去北京的话，一定要去试一下那边的南门涮肉，这种特色的北京涮羊肉，跟普通传统的那种重庆火锅也好，还有那种牛肉火锅都是不一样的风味，好吧？那今天的我们试吃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